现实中激光武器都实战了，在高达剧中却为啥很少出现呢？前一阵沙特使用咱们出口的激光武器击坠了13架无人机的事情，相信不少人都听说过吧，也算是激光武器实战的典型案例了。有人可能好奇了，为啥现实中早就有激光武器的概念了，可高达宇宙中呢却很少见到激光武器的画面呢？当然了，这会儿估计又有人会来说啊，高达的光束步枪和光束剑不就是激光武器吗？那你可就想错了啊！像咱们常见的激光武器都是使用高能激光对目标进行照射，利用产生的高温对目标造成伤害，有直接融化目标产生的热破坏，也有通过照射气化所产生的等离子体，利用其冲击波所造成的力学破坏。就算未能造成这两种显著的伤害，也可以利用高温传递的效果以及等离子体的辐射，使一些比较脆弱的电子元器件报废。激光武器的优点呢是发射成本低，据说啊那次打掉无人机的激光武器，也就是功率为30千瓦的寂静猎手，单发成本不过是几美元，而一次照射呢可以击穿4000米外5毫米厚的钢板，且激光可调节为不可见光，武器的隐蔽性也获得了相当的保证。当然最主要的是它是一道光啊，在射击时呢可以做到所见即所得，不用计算弹道速度，不用计算重力对弹道的影响，射击精度啊是非常之高。缺点呢就是一般情况下想造成有效的杀伤需要一小段时间的照射，这样的话呢在面对高速目标时就很难达到理想的效果。其次呢是遇到特殊天气状况，比如雾霾、沙尘暴、下雨等等，激光武器啊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而高达宇宙中的光束步枪和光束剑却不同，虽然呀这两种武器的名字中都有光束二字，但实际上呢都是粒子武器。虽说光子也是一种粒子吧，不过激光与粒子武器的效果差别还是挺大的。就拿光束步枪为例啊，我们都知道 UC 宇宙中的米氏粒子是分为带正电荷以及带负电荷的，将二者缩退融合，便可以形成一个中性的 mega 粒子。在缩退的过程中呢，一部分质量会转化为动能，吸收了动能的 mega 粒子呢达到一定的数量以后，便可以将它们发射出去，再经由爱丽场的多次收束以后，就可以像子弹一样形成弹道了。由于打出去以后呢是一道短短的粒子束，所以啊很多人会误以为这个是光束。 UC 宇宙中的光束武器由于有米氏粒子衍生出来的爱丽场，因此呀无论是光束步枪的粒子加速还是光束剑的粒子塑形，都是有着一套非常容易理解的理论来解释的。说白了呀，就是用一种纯粹的斥力效果，比现实中的磁场更加纯粹且不受干扰的斥力，才使得粒子武器的应用啊更加理想化。而 UC 宇宙以外的光束武器，有些用的是其他粒子，有的呢则用的是等离子体。就比如呀高达 SEED 中的等离子炮，等离子体在自然界中是普遍存在的，是处于固态、液态、气态以外的第4态，又被称为电浆。高温等离子体在现实中的应用，最典型的呀就是在高熔点金属的冶炼方面。毕竟啊，等离子体达到个几万度甚至上千万度都是有可能的。那么现实中我们为什么不用高热等离子体来做武器呢？据我所知啊，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定向发射的问题。如果你不能在长距离射击的情况下对指定目标点造成有效杀伤，那你就是温度再高、破坏力再强，也很难运用于实战。而 SEED 中的等离子炮呢，也就是草莓夹心炮，在设定上呢也是利用电磁场来实现定向加速的。通过电磁场的不断收束，积累足够的动能，使其能够以非常高的速度被射出去，同时还能把低能等离子体排布在外侧，而高能等离子体呢则被包裹在其中。这样呀，高热等离子体就不会在接触空气的过程中损失过多热量，从而达到远程攻击的效果。那么对比激光武器，这些粒子武器或者是电浆武器最主要的优点就是相对稳定，不会像激光那样很容易被杂质折射，而且啊一旦发射出去，只要接触到目标就能够造成足够高的杀伤，因为它是整个级数本身都带有足够的能量的。而激光武器呢则需要考虑到对方的装甲材质、厚度、照射面积等条件，才能得出最终的杀伤效果。当然了，高达宇宙里边也并不是没有激光武器，相反啊很有名，没错，就是 Solar Ray System。另外还有一些单兵激光武器，也有令人印象深刻的画面。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你们觉得哪个国家会最先造出高达？其实这个问题说白了呀，就是有没有能力造，以及愿不愿意造。这两个问题筛选下来，答案自然也就浮出水面了。事先声明啊，本期视频纯属娱乐，大家看个乐呵就行。要造高达，得先说有没有能力造。要知道，在高达最传统的 UC 宇宙中，出现高达这种人形兵器有2个前置条件。第一个条件是人类把战火带到了宇宙，而机动战士是为了在宇宙中战斗才诞生的。为什么要有手和腿呢？用高达设定集中的解释啊，就是Control 啊，即动态质量自动平衡控制，简称 AMBAC。该技术使太空中的人形兵器在无需推进器辅助治愈的情况下，只靠4肢就能完成姿态控制。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猫咪从空中摔落时，依靠自身的扭力就能让4肢先着地的这个能力就行。第二个条件是米诺夫斯基博士在研究核聚变时，发现了一种氦3反应过程中产生的神奇粒子，即米诺夫斯基粒子，简称米氏粒子。在该粒子高浓度散布的空间中，雷达等侦测手段将失效，进而使得远程制导武器无用武之地。世局内
战斗的能力啊，也就显得尤为重要。当然了，这些设定解释下来啊，肯定还是有不少漏洞。咱们既然讨论这个，就先假设它是完全正确的，并加入到现实中，翻译一下就是：首先，战场在宇宙中，那造高达的国家啊，至少就要有独立发射卫星的能力吧？光这一项就淘汰了全球绝大多数的国家了，剩下的也就是美国、俄罗斯、中国、英国、法国、日本、印度、以色列、伊朗和朝鲜了。朝鲜那个在国际认可上还有争议，咱们就提嘴意思意思啊。有了独立发射卫星的能力，接下来啊就要看经济实力了。毕竟经济不行了，也没法支撑高达这种庞大的研发费用吧。咱们看看2023年世界 GDP 排名啊，有能力发射卫星的国家中，也就美国、中国、日本、印度、英国、法国排在前10了，大俄都掉出10名开外了。不过大俄就算造啊，估计也是造一堆皮实耐用的铁球，主打一个实用主义。接下来啊，咱们就要聊聊下一个议题了，愿不愿意造高达？首先说啊，英法美这仨标准的欧美国家，对于他们来说，受到星球大战的影响可能更大一些。有技术肯定是往星球大战那种宇宙飞船发展，就算浪漫如法国，有那么一点儿对机器人的向往，那肯定也是造古莲泰莎呀，毕竟那才是人家的国民机器人作品。然后说中国，咱们中国怎么说呢？就是非常的喜欢找 bug， 一旦找到了就玩命钻的那种。如果真的有了米氏粒子这种东西，咱们肯定啊是要反向研究，到底什么才能在米氏粒子散布的情况下，能进行有效的火力覆盖，能用5个亿的炮弹砸掉你价值10个亿的高达，就绝对不会去研发10亿的高达。接下来啊是日本，那可是重头戏了啊，人家有资金、有技术力，还有中二之魂，怎么想都是最有可能研发高达的国家了吧？可是呢，他身上战败国的标签还撕不下来呢，谁能允许他研发高端武器呢？不管你这玩意儿实用不实用，首先来说哈，你压根就不能造。不过虽然不能造身为兵器的高达，但是造机动工兵还是可以的，这一点很重要啊，一会儿再说。哎，这么多国家算下来，那就只剩下一个国家了。只见三哥邪魅一笑，没错，正是在下。咱就不说三哥的人口还在增长，经济实力在未来绝对是不容小觑的。就说三哥研究科研那股劲儿和脑回路，那就不是一般国家能比的。人家一个阿琼坦克就研发了40多年，被三哥定义为4代机的光辉战机，也是研发了30年起步吧。抬头一看，5代机都满天飞了。就这埋头苦干的科研精神，日本人来了都得称赞一句，这才是真正的工匠精神啊，简直是研发先人。而从愿不愿意研发高达这一点来说啊，其实就是一个包装的问题。你跟三哥说高达，他可能不感兴趣，但你要跟他们说高达造出来就如同梵天亲临，湿婆附体，毗湿奴在世，到时候啊，全世界人民一抬头就能看见太空中伟大的印度神灵大发神威，再把日本那边的机动工兵卖过去，说这就是技术规格样本，就差点武器就能运用于实战了。那三哥肯定会再次迸发出那令世人叹为观止的科研精神，投身于为高达赋予神格的研究中。哎，说不定还真就造出来了。虽然可能造完了一抬头，别的国家都开始星际旅行了哈。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如何组合出一台最强的高达？现在高达作品出了这么多了，每一座机体啊都有自己的特点，有擅长切兵线的，有擅长打要塞的，有操控方式比较拟人的，有机体限制了驾驶员的，还有专门重启世界的。如果我们将这些机体的优点聚合到一起，并假设所有的技术都能兼容，如此造出一台完美的高达会是什么样呢？今天就让我们来随便歪歪一下吧。造一台高达，首先要从内部的结构开始。那么最佳的选择，我认为就是独角兽的全精神感应框架，可以直接读取驾驶员的脑电波，进行各种细致的操作，同时呢，还能夺取对手浮游炮类武器的控制权。实在打不过了，还可以试试引发个奇迹啥的，算是兼具科学与玄学的最佳选择了。系统方面，在以精神感应框架为基础的同时，我们给驾驶员啊也配备了生物电脑，让机体与驾驶员的配合更加和谐。再配上零式系统，辅助驾驶员对战场局势做出预判，再配上自由高达的锁定雷达，便于清杂兵。然后呢 ，X 高达的贝塔机指挥系统啊也配上，让他们成为大型的浮游炮。如果觉得操作不方便，还可以往贝塔里边埋入哥哥姐姐们，让他们自行判断以及行动。最后以防万一，把导 A 系统也放进去，驾驶员不行的时候就一切交给系统吧，开月光碟啥的都个底儿。动力源方面，我们也优先考虑导 A 的坍缩炉吧，毕竟这玩意儿啊还是有很多未知性能没有解锁呢。我们这台高达要带动的装备太多，也就只有它能带动得了了，估计。同时呢，我们还需要搭载太阳炉，这样就可以改变机体的重量，达到不使用推进器也能飞行的效果。哦，这么说来，团咱们系统啊也不能少，直接整00Q 的
不但能超频，还能直接量子化。当然了，除了团战的短距离爆发速度以及远距离跃迁，还要考虑中距离的迅速推进。这个时候就需要米诺夫斯基推进器出场了。为什么不用 SEED 系统的光辉传递者呢？因为米推不但有光翼，速度快，而且它的光翼还能当武器，这样更全能一些。然后是机身，我们选择高达 W 的高达尼姆合金，非常结实耐打的同时，还能将本体重量控制在10吨以内，以保证这银离子超频耗干以后依然有充足的机动性。同时呢，我们还可以给外甲通电，达到 PS 装甲抵抗实弹的效果，再在装甲表面涂上铁血的反光束涂层，最后再在机身上配置 GN 立场生成器。这样的外甲想要打穿，至少要先用强光束武器破 GN 立场，再使用实弹武器破反光束涂层，再用非常强力的光束来破具有 PS 装甲性质的高达尼姆合金。只要驾驶员不是3流技师，应该都不会同时被这些武器打中的吧？当然了，打中也没事儿，我们可以给装甲再加入岛 A 高达的纳米科技，形成纳米皮肤，使其拥有知性进行自我修复，并根据伤害来源协调 PS 装甲与涂层之间的作用力度，这样就安全多了。武器方面 ，DX 高达的月光炮肯定是不能少的，零式飞翼的双管步枪也保证了手持武器的出力，腰间的效仿自由放俩磁轨炮，双手两侧呢则配上加特林，保证实弹输出，头部放一个 ZZ 的脑浆炮，方便驾驶员头看向哪儿就能打哪儿，背后再配上一对翅膀，保证华丽度的同时，还能搭载小型浮游炮搞偷袭。同时，背包也支持光子鱼雷的使用，保证一定的魔法输出。腿上也搭载上导弹舱，确保有中距离激光制导武器可以使用。正面也配上光束刃吧，万一需要踢人呢。最后后勤方面配上 AGE 的黑科技 3D 打印，战场上发现需要什么特殊装备时，赶紧打印一份带上，这样机体的特化问题也能解决了。至于这个组合出来的高达长什么样，因我的 PS 技术实在是搞不定，看看评论区有没有大神能 P 出来吧。这时可能有人问了，百密必有一疏，如果高达就是没打过对面，岛 A 系统又被对面针对了，怎么办？那这样吧，咱们再在驾驶舱里边放一个多蒙，如果发现形势不妙，直接放多蒙出去把对面给手撕了，这样就完美了。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要专门开发水用 MS， 因为想要让 MS 潜水，那必须得设计进水装置啥的，才能让它沉得下去啊。之前还有人说，按照重量来算，扎古2简直是塑料做的。我查了一下啊，最轻的塑料也就是聚丙烯，它的密度是 0.93 吨每立方米。超高张力钢只有聚丙烯1半的密度啊，你就说逆天不逆天吧。而这么轻的材料，在动画中不但可以当关节，承受本体激烈运动下所带来的高压力，甚至呢还能承受各种撞击以及爆炸冲击波和超高温。你就说这种材料，咱们要是真的能够发明出来，自由进出大气圈的梦想，那是不是分分秒就实现了？说到火箭升空啊，那咱们就不得不提一提造高达所需要的第二个关键技术，也就是能源技术了。像以 UC 宇宙为代表的高达，使用的都是核聚变动力。嗨，别说高达了，扎古都是核聚变的。其实，在现实中，核聚变相关的理论早就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可是我们就是造不出来，为什么呢？这方面我不是很专业，粗略查了一下，主要是有以下几点。首先呢，还是材料问题。为了满足核聚变的要求，我们需要一种能够承受上亿度高温，并且能够抗高压的材料。就光这一项就卡死了核聚变理论的应用化研究了。第二呢，是等离子体约束。为了防止等离子体与容器壁接触而导致的能量损失和材料破坏，我们需要磁场或其他什么手段来约束等离子体的运动。第三是能量平衡与自持燃烧。简单来说就是需要核聚变反应本身产生的高能粒子能够持续加热等离子体，保持反应的自我维持。到目前我们还做不到。最后还有一些工程技术难题以及经济可行性和安全性问题，这些问题呢都要一一解决之后，我们才有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真正的核聚变反应应用。而 UC 宇宙则不同了，他们不但能使用可控核聚变，甚至还完成了可控核聚变的小型化，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米氏粒子。其实我本来不想这么早说它的，但没办法，因为这一块绕不开米氏粒子，以及根据其技术所制造的 M 炉，也就是米诺夫斯基反应炉。像我们刚才提到的，需要一种能够约束等离子体的力场，在 UC 宇宙中就是由米氏粒子产生的爱力场。同时呢，米氏粒子的超结晶体可以形成拟铯原子，降低核聚变临界状态所需要的温度，只不过还是超高温。这里呢又需要爱力场约束加真空隔热加高性能导体吸收集中在热核反应堆中的废热来解决温度问题了。而这里呢也有个细节，按照设定来说MS 在战斗时
机体表面会发热至数百度，每次回母舰呢都需要内部冷却。不过这一点设定出处相对比较偏，动画中也显然没有按这方面来体现就是了。还有一点需要补充的是，很多人好奇UC 宇宙的核聚变到底是不是烧热水？从设定上来说呢，UC 纪元已经发明了能够直接从 M 乳转化能量的手段，原理是米氏粒子热核反应堆本身利用爱丽场超晶格将能量转化为电能。可是 MS 除了武器和中控装置等是使用电能的，其他地方需要的其实是更加直接的动能。对此 M 炉可以直接将产生的能量传送给脉冲转换器，产生脉冲压力之后，直接通过动力管传递给四肢，传递速度为音速，最后呢通过四肢内的旋转气缸使四肢动起来，这便是 MS 四肢驱动的原理。是不是跟大家想象中的简单的电驱相差甚远？说到电驱咱们稍微提一嘴 SEED 和00，一个是黑科技电池技术，一个是黑科技太阳能技术。说实话感觉比核聚变更加玄乎。以咱们这冬天电车直接开摆的技术就别想那么多了那么刚才米氏粒子讲了这么多，也该讲讲我们缺的第3项技术了，也就是米氏粒子本身。它是 MS 这一战争兵器之所以会成为人形的根本原因。就像很多人好奇的，你高达造的再高科技，我一个远程打击，你连我面都见不到就挂了，又有啥用呢？而米氏粒子的存在，就是使得绝大多数的制导型的超视距打击无效的根本原因。它可以使传统的雷达、卫星制导无效，在随后的各种补丁中呢，甚至长距离的激光制导等手段也无效了。说白了咱们科技的发展苦哈哈的研究一种新的制导技术，人家设定集里边只是加一句词儿的事儿就可以无效了。所以还是别跟这帮写设定的人抬杠了，反正就是一切远程制导全都失效了。在此前提下，在有了前面提到的材料科学以及能源的支持下，就有了可实战的人形兵器了。这里需要注意一点在 UC 和 SEED 这样传统的高达世界观中，是先有了人形机甲，后有了人形兵器。这个大家一定要搞明白也就是说人家本来就有着活动自如的人形工程机械，在实验中发现他们的实战水平也很突出，才研发了战争用的人形兵器，而不是说他们想直接研制人形兵器然后从零制造，相当于是在一种成熟的技术基础之上研发出军事能力。这个差别和当今科技现状差距还是很大的。另外呢，米氏粒子除了提供了视距内作战的条件以及完成核炉的小型化，它还可以当做粒子武器，也就是剧中常见的光束枪打出去的那个东西即高浓缩后的米氏粒子、Mega 粒子以及能够拘束粒子的爱丽场。这个我在之前高达为什么能飞的视频中讲过，感兴趣的可以翻一翻。最后呢，米氏粒子还是一种通信媒介，只不过呢仅限于新人类和强化人这类脑电波较强的人使用，也就是剧中常见的浮游炮操控原理。这个也是之前做视频讲过。以上呢就是我们造高达所需要的3大关键技术了。材料方面过于科幻，能源方面过于超前，米氏粒子则过于玄幻。虽然技术不多，但每一个都是咱们现阶段无法触及的存在。更何况就像大家说的，高达这玩意儿造出来也没有飞机坦克好使，咱们随便歪歪一下就算了。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